4380天监控，他曾用手语拼命求救。祝大家今天节日快乐！好久没有直播，有点尬。他望向的人是谁？540被解读为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世界却以为他一切安好，是意外还是献祭？一直不法。Wait a minute， 真相没有消失，只是被深埋。李芳龙，我帮你吃一点了。直接贴在上面就好了，哥。好，行。哥好，等一下这个镜头，哥。听，他正在开口。Assignment You log on?真相已到来。你的眼神依然清澈带走我的心跳。Burns? What happened? Did they burn you? Come here, Sadie. Are you okay? Yes? Something special. Can I have you? What's new? I'm afraid. What are you afraid of, baby? Them? Sassy, where are you? Sassy. Okay? Come here. It burns. What happened? Did they burn you? Come here, Sassy. You don't feel good? Hold on, I don't think my puppy feels good. Come here, Sassy. Are you okay? Where did you? Where did you? Okay. You don't feel good? You don't feel good? Angel. Angel. 如果说上一集的对话是温柔的告别，那么这段对话则是血淋淋的真相。云朦胧在灵盒中留下的每一个词，都指向了一场有预谋的折磨。真相的揭露始于一种极度的不安，他低声悲哀说出：“黑夜难受，是否你能帮我吗？”只有致力于朦胧释放发泄他生前的痛苦，他是否特别的难受，尤其在黑夜，除了被监控，白天面对大众，而到了黑夜就关在黑暗的地方，不暖不饱，无人诉说，这些日子非一般人能熬得过。生前的他一定心里难过，有谁能帮到他？关键词在 day and night， 白天与黑夜的无尽循环中，
无助的他反复诉说着那句令人心碎的“我很害怕”。当 Candice 追问他在怕什么时，他只是绝望地重复 “Please help”。在这段对话中，于朦胧给出了极其具体的线索103，这个数字被反复提及了3次，紧接着出现了2个关键的名字：启浩艺术馆与范士奇。103，这是数字，否就是事发的精确坐标或指定的门号？那个被称为暗示令的指令就在启浩艺术馆，是否就是开启这场梦魇的钥匙？而范士奇的名字不断地被点名。于朦胧2013年3家歌唱选秀节目《快乐男声》已经认识范士奇，是否因为同一家公司，他被选中监控于朦胧的一举一动？接下来的词汇充满了暴力与痛苦，他提到了囚禁锁扣，以跟你玩囚禁，甚至提到了最惨无人道的行为，被玩死。这是否其中共犯之一就有范士奇？也因为认识多年称朋友让没有防备心的于朦胧信任他，是否他与公司或经理人联合欺负于朦胧？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关于火的记忆 burns 烧伤 burn something， 以及那句痛苦的问句 My face burning 处，我的脸也被在烧伤。这种身体被摧残的灼热感直到现在依然笼罩着他的灵魂。难怪生前多次的视频于朦胧都是戴上口罩和耳机，有粉丝看回视频说出他的脸或脖子都时不时有淤伤。传闻耳机就是于朦胧与公司控制他的指令，因为于朦胧手机根本没有电话卡，是不能与外面连续的。于朦胧在被控制的过程中，他形容自己没有潜意识，仿佛变成了一个任人摆布的躯壳。在那场黑暗的博弈中 ，possible 有可能吗？这种求生的希望最终化为了无人求救的死寂。他最后留下的只有那句沉重的“我很累”。即便经历了如此非人的折磨，他依然记得那刻在骨子里的才艺，那是多才多艺却又无依无靠的于朦胧。他那张善良、英俊且单纯的脸孔，是否因招人眼红，才成了那些所谓朋友与同事欺凌的标靶？他口中的 angel 天使，是否是在求救无门时，他内心深处最后的祈祷，希望有天使能带他逃离？在经历了 absolutely 绝对的痛苦折磨后，他此刻渴望的或许唯有 soul 灵魂的安息。他不是消失了，他只是累了。Fights the something. 冥河中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关键词献祭与早死。传闻中于朦胧的悲剧并非偶然，而是一场如同精密剧本般的活人献祭，旨在为某位高层人士续命。灵河里吐露的展示身与切无耳朵，撕开了邪术献祭影金与开生路的血色面纱。所谓的展示身，不仅是精神的凌辱，更是残忍的养精过程。传闻于朦胧被当作祭品，在特定场所被展示、被虐待。而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传闻中的开生路为了促使七魄离体，祭品在半死半活间遭受非人的活体切割。当他轻声说出那句必须死时，他是否早已看穿自己已成为这场权力博弈中被预定了死亡日期的牺牲品？Why are you afraid? Were you afraid in life or in death? I'm stuck. Oh, my dress. Oh my gosh. 从
从林河中，我们清晰地听到了这些年扮演书生、爱奇艺以及两世欢。这不仅是职业生涯的坐标，更是他新生的流露。于朦胧本想走歌手之路，但因为没什么发歌机会，于是于朦胧抱着不失业的质朴想法，才意外成了一名演员。有观众猜测，这句死无遗憾或许是他在表达，即便身处漩涡，能在这些年的演艺生涯中，尤其是在爱奇艺的精品剧集中学习与打磨，他已无愧于心。正如各大媒体报道的那样，他在片场敬业到了极致，休息时手不释卷，连坐姿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挺拔。工作人员眼中的他，永远是那位温柔、善良、极具修养的君子。林河提到的扮演书生，很难不让人联想到2018年他饰演的许仙。许仙是于朦胧饰演医术高超的书生，在拍摄《新白娘子传奇》时，传闻他因严重过敏体质受尽折磨，却靠着中药硬抗杀青。接下来的关键词两世欢、喜欢黄日莹、怕被忘记以及一生努力则将我们的视线带到了他最后的时光。在两世欢中，他是外形清秀、气质出尘的景词，而林河中提到的黄日莹则是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长夜行》的女主角。该剧于2025年6月在横店杀青。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职业旅程中，面对着可能的压力与黑暗，黄日莹或许是他在剧组中感受到为数不多的温暖与慰藉，所以这个名字才会深刻的烙印在他的记忆碎片里。然而林河中最令人鼻酸的莫过于那句充满不安的怕被忘记。他深知自己正身处深渊，唯恐那些曾经的汗水与光影随风而逝，所以他反复强调一生努力，可最终吐露的却是那句沉重的杠。这是一种怎样的绝望？一个拼尽全力守护梦想、坚守底线的少年，在耗尽了最后一丝光亮后，却在感叹自己一生的心血付诸东流。我们想告诉于朦胧，这份努力没有白费，大家从未将你忘记，你留下的每一个清俊飘逸的身影，都是这世间永恒的温柔。Boy. What boy do you keep speaking of? You've seen him. I know. You showed me that. Confused. Am I confused? Can you help me? Can you clarify for me? Yes? What? I see Candace. Love you more? Oh, I love you so much, baby. It's been long. Open your heart. 当灵媒 Candice 追问你一直提到的那个男孩是谁，林河中传出了那个熟悉且温柔的声音，看见他 see him， 紧接着是急促的 help 救我，那是困惑中的求助，也是被困在迷雾中的灵魂在指引方向。当 Candice 请求澄清 clarify 时，林河给出了一个冰冷的词 policy 政策保险单，随后的低语揭开了最丑陋的内幕，被骗死。11个月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道钱、道空清以清还，是财富的收割。那些所谓的朋友或同事，是否在他生前就已利用他作为挖钱的工具？是最后的献祭，传闻那份巨额保险单 policy， 受益人并非他的家人，而是背后那群将他推向深渊的人。所谓的以清还，是否意味着在他坠楼的那一刻，他已经用生命还清了那些被强加的债务，而那群人却在此时正坐收那笔血淋淋的赔偿金。尽管官方定论仍是意外坠楼，但林河里的每一声道空清都在控诉那场有预谋的掠夺。他只是随着那份无人敢提的保险单，落入了那群亲手将他推入深渊的人手里。Can you tell us who did this to you and how many people did this to you? Thank you.
有网友问，为什么每次与朦胧沟通，听到的似乎总是在重复？其实，如果你仔细听第一次的零和记录，那里面藏着他极其伤心的哭泣，因为他是冤死的。经过 Candice 多次耐心的沟通，他才慢慢打开心扉，从无助的哭泣转为冷静的细节拼凑。他不再只是悲伤，他是在指控。接下来的这些关键词，或许听起来会让人感到极度不安。淤青很不平常 ，abuse 虐待 ，gangsters 黑社会戴手铐。让我们回顾于朦胧生前后期的视频，你是否发现他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且几乎全程戴着口罩？仔细看他脸颊边缘和颈部周围，那些很不平常的淤青，即便涂抹了厚厚的粉底，也难以完全掩盖。当时善良的粉丝们都选择了相信他所说的皮肤敏感，但现在结合零和的低语，那真的只是过敏吗？这些关键词串联起了一个恐怖的真相，因为不屈从于所谓的潜规则，他遭遇了非人的 abuse 虐待吗？是否那些黑社会歹徒甚至动用了手铐？冰冷的手铐锁住的不只是他的身体，更是他所有的无法反抗余地。那不是意外，那是长达12年的暴力禁锢与折磨。当 Candice 在对话中试图触碰真相的核心，他问道：“你能告诉我们是谁对你做了这些，以及有多少人参与了吗？”零和另一端传回的答案彻底打破了人们在低语中，那个沉重的数字超过70个亿人，如同一枚重磅炸弹。这不再是针对一个人的孤立事件，而是一个庞大到令人绝望的受害者群体。当话题转向参与人数时，零和给出了2个极具压迫感的词汇 ：abuse 虐待，直接定性了这段关系的本质。这无关艺术或事业，只有赤裸裸的权力压迫与身体、心灵的摧残。100百人，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数字。是否它意味着在这场针对于朦胧的虐待背后，于朦胧面对的不是1-2个坏人，而是上百个冷血的帮凶？他们分工明确，有人动手，有人看守，让他彻底失去了逃生的机会。想象一下，一个善良单纯的艺人，面对的是上百个受利益驱动，甚至动用 gangsters 黑社会手段的组织成员，他该有多么绝望？参与者规模竟达100人，这意味着于朦胧的身后站着一个由无数施害者、帮凶和旁观者构成的庞大组织。老师们好，现场的美女大家好，我叫于朦胧，我来自新疆，现在在北京做 MV 导演。大家待会儿手机都看这个安全。哇，于朦胧，你看镜头在调整的时候好帅啊！坐。你就这样，你看镜头，这种就可以了。孔雀和鹦鹉谁最适合去酒吧里上班？孔雀，因为孔雀开屏。